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继续跟胖妮过情关，订阅胖妮，更新不迷路。《甄嬛传》中的华妃是出了名的跋扈，跋扈到什么程度呢？皇上多看了一眼小福子，他就命人把小福子杀死了。夏冬春只是说了句华妃的赏赐再好也好不过皇后的赏赐，就被他找个由头赏了一丈红。可是富察贵人也没少冒犯华妃啊，尤其是在她有孕之后，先是当着和宫妃嫔的面炫耀自己有怀孕的福气，之后华妃派人去给她送补品，她居然仗着有孕连谢恩也省了。最过分的是，在皇后宫中赏花那日，当华妃讽刺三皇子在齐妃肚子里就调皮，以至于到现在还不肯安静读书，让皇上操心的时候，富察贵人回怼华妃娘娘身娇肉贵的，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这样的话等于往华妃的心口捅刀子。可华妃也只是冷笑回了一句，但愿你怀的是个皇子，若是个公主，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的得意劲儿。后来富察贵人小产，一向脾气火爆的华妃也没有落井下石给她什么惩处，反而是甄嬛吃了富察贵人一次亏之后就记了仇，复宠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富察贵人。华妃和甄嬛之间明明是华妃脾气更火爆，甄嬛相对稳重，为什么在对待富察贵人的态度和行为上，两人却一反常态呢？在富察贵人被下封之前，人人都知华妃伶俐，都以为甄嬛是个脾气好的。甄嬛刚入宫时与人为善，树立亲和形象很有必要，但是在站稳脚跟之后，尤其是想向权力巅峰攀爬的时候，还让周围人以为自己脾气好，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华妃当众被富察贵人怼，的确也很没面子。然而华妃跋扈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又有强大的家族和妃位傍身，没有人会因为她对富察贵人的忍让而不怕死的认为自己也可以去怼一怼华妃，或者欺负她一下。甄嬛不一样，她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用太后的话来说，这宫中的贵人就像御花园里遍地的小花，多到数不清。论家世，甄嬛也不拔尖，在没有子嗣之前，甄嬛唯一能依仗的就是皇上的宠爱，但是皇上的宠爱却是最不可控的。今日她一时失宠，齐妃和富察贵人就能命下人在长街上扇她耳光。如果甄嬛复宠后隐忍不发，那么明日当她再度陷入低谷的时候，必将迎来更加残忍的作践。齐妃是三皇子的生母，又素来与皇后亲厚，甄嬛若轻易动齐妃，恐怕会引起太后、皇后的不满。倒是富察贵人没有子嗣，在有孕期间又将皇上和后宫妃嫔悉数得罪，甄嬛想要杀鸡儆猴，富察贵人就是最好的靶子。日后若有人想要再度招惹甄嬛，也要首先掂量下自己的分量，是否能胜过出身望族的富察贵人。在后宫中，华妃的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新一批秀女入宫之前，她的主要对手就是皇后。新一批秀女入宫后，甄嬛日渐出挑，成为她另外一个对手。华妃对甄嬛一直是俯瞰和防守的姿态，她要防的是甄嬛夺走那些本应属于她的宠爱和地位。而富察贵人呢，本就不得宠，一朝怀有龙翼，依靠撒娇撒吃得来的恩宠，随着腹中孩儿的小产，也如过眼云烟般散去了。既然富察贵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也不大敢主动招惹华妃，华妃不理他，无视他，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与富察贵人缠斗下去，不仅对于巩固地位无益，可能还会分散对付皇后和甄嬛的精力。甄嬛不一样，从失去孩子开始，从去冷宫看到丽嫔惨状开始，从在长街受辱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待在舒适圈了。她需要不断突破，不断向上攀爬，不断打怪升级。富察贵人是甄嬛拿来练手的一个小怪，在斗垮他的过程中，甄嬛积累了宝贵的宫斗经验。从富察贵人之后，甄嬛无论对付华妃、齐嫔、安陵容还是皇后，全部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削减其实力，再通过诛心让对方自毁。虽然富察贵人也是甄嬛成长道路上不得不打的怪，但论智识，甄嬛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讲人质故事的真实目的，
是收复曹琴墨。在此之前，曹琴墨早有背叛华妃、另谋出路之心，也多次有意向甄嬛秀实力和拉好感。通过下封富察贵人一事，甄嬛也向曹琴墨秀了自己的实力。谈话间，她字字句句针对富察贵人，对曹琴墨却态度友好，以此种方式向曹琴墨抛橄榄枝。借着富察贵人，这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合作。而从富察贵人的角度来看，他得罪华妃而没被惩治，不是因为华妃脾气好，也不是因为他的实力令人忌惮。他欺辱甄嬛而被下封，不是因为甄嬛睚眦必报，也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十恶不赦。富察贵人要不要为曾经的行为付出代价，看的是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在后宫这种残酷的环境当中，学不会换位思考的人，总是容易一脚踏空，万劫不复。只有肯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多想一想的人，才能有效规避风险，顺势而为，事半功倍。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